Briefing 1 1906年，在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，英国曼彻斯特两位远见卓识的先生查尔斯·劳斯和亨利·莱斯携手创立了劳斯莱斯公司。这不仅是一家汽车公司的诞生，更是对未来奢华和品质的重新定义。劳斯莱斯的标志性双2，象征着卓越的工艺和不懈的追求。它的每一款车都代表着工业艺术的巅峰之作。这个品牌的出现，不只是推动了汽车工业的进步，更是成为了贵族文化和高端生活方式的代名词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劳斯莱斯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，更是未来创新和奢华的先驱，引领着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，影响着后世对于品质与美学的追求。Briefing 2 1961年，世界地图上的政治板块再次重塑。南非，这个位于非洲最南端的国家，在长期的种族隔离政策影响下，做出了决定性的一步，退出英联邦。这一举动不仅显露了南非政府坚持种族隔离的决心，还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人权议题关注的加剧。南非的退出不仅在历史上划下了重要的一笔，而且对未来的国际关系与地区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它预示着南非更加孤立的国际立场，同时也催生了国内外对于种族平等和民权运动的进一步讨论与行动。在未来的岁月里，南非的这一决策成为反思国家主权与人权如何平衡的一个案例，也为其最终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和重返国际社会铺平了道路。Briefing 4 1962年，一场关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重大革命在美国国会悄然拉开帷幕。时任美国总统约翰·肯尼迪以其独具远见的政治智慧，在国会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统特别咨文。在这篇咨文中，肯尼迪首次明确提出了消费者的4项基本权利：知情权、选择权、受听权和安全权。这4项权利如同4盏灯塔，照亮了消费者保护的道路。他们的提出不仅改变了商业和市场的运作方式，更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消费者运动的基石。由此，3月15日被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，提醒世界记住肯尼迪的这一贡献。这不仅是一次政治宣言，更是一个时代的变革。它影响了历史，并将继续指导未来市场规则的制定。Briefing 4 1970年，世界的目光汇聚于日本大阪，见证了日本首次举办的万国博览会。这一盛会不仅呈现了日本作为技术与创新领导者的形象，更是展示了全球文化交融与科技进步的舞台。在那里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者和游客共同探讨了一个主题：人类进步与和谐共生。日本万国博览会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，它不仅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，还加深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。展望未来，它象征着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可能性，以及共同迎接挑战的精神。这次盛会证明了世界可以通过共同的努力，不断创新，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。Briefing 5 1972年，在美国电影史上刮起一阵黑帮风暴。法兰西斯科·波拉导演的力作《教父》依据马里奥·普佐的同名小说改编，在银幕上首次亮相。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罪犯和家族荣誉的叙事，它更深刻地揭示了权力忠诚与腐败的普世主题。随着《教父》的上映，观众被引入了一个既黑暗又迷人的世界。科波拉的精湛导演和马龙·白兰度、艾尔·帕西诺等演员的生动表演，共同诠释了电影史上最令人难忘的角色。教父的公映不仅是一次娱乐业的盛事，它也成为了文化现象，对后来的电影制作和公众对于犯罪心理的理解产生了深刻影响。这部电影的故事和角色至今仍被讨论与模仿，证明了其在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对未来电影艺术的持续贡献。Briefing 6 1985年，一个普通的日子里，一串简单的代码在互联网的宽广天地中悄然诞生。它就是 symbolics.com。 这不仅仅是一串域名，而是全球范围内商业化互联网的起点。自此，商业与信息的交流撕开了时空的界限。任何人、任何企业，只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域名，
就能瞬间触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从这一刻起，互联网开始了它的全球征服之旅。如今 symbolics.com 依然在网络世界中屹立不倒，见证了域名从无到有，从稀缺到泛滥的历史进程。它不仅代表了数字时代的开端，更预示着未来一个每个人都能在虚拟空间中建立自己领地的时代。Briefing 7 2011年，在叙利亚南部的德拉，一场小小的示威活动如同一颗被点燃的火种，迅速蔓延开来，最终演变成了改变叙利亚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内战。这场反对总统巴沙尔·阿萨德的起义，起初只是人们对自由呼声的一次尝试，然而它很快就被当局的强硬回应所点燃。示威者的坚持与国家机器的镇压，交织成一幅动荡不安的画面，最终演化为一场全国性的冲突。这场冲突不仅摧毁了无数家庭，夺走了无数生命，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干预，成为全球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焦点问题。从一个小城的抗议活动到国际化的军事冲突，德拉的暴风雨预示着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，同时也对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区域安全提出了长远的影响和挑战。Briefing 8 2012年，一个时代的终结被宣告。自出版问世以来，历经244年的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宣布，将不再出版其经典的印刷版。大英百科全书是世界上最著名和最古老的英语百科全书之一，自1768年首次出版以来，就被广泛认为是知识和学术的权威来源。这一决定标志着知识传播方式的根本变化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，传统的印刷出版业遭遇挑战，越来越多的读者转向线上获取信息。大英百科全书的决策反映了这一趋势，并且该公司决定将重心转移到其在线服务以及教育产品上。Briefing 9 2019年，新西兰基督城的一个宁静清晨，和平的守望者们在清真寺中默默祈祷，却遭遇了枪声的肆虐，50位无辜之人遭此横祸。这一事件震惊了全球，这场悲剧不仅撕裂了新西兰人民的心，也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，凸显了宗教和谐与社会多元共存的脆弱性。基督城枪击案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，新西兰政府迅速改革了枪支法律，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极端主义和社交媒体责任的深刻反思。这一事件的影响深远，它不仅改变了立法和政策，而且增强了人们对于宗教自由和相互尊重的认识。未来，基督城的悲剧将作为一种力量，促进全人类在和平与理解的道路上更加坚定地前行。Today's topic 1974年，华盛顿，深夜的白宫外安静地出奇，只有偶尔一两辆路过的汽车打破了这份宁静。但在这座全世界最有权力的建筑里，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酝酿。里根总统的前任理查德·尼克松竟然被指控参与了一起震惊世界的丑闻水门事件。这不是一部侦探小说的情节，这是现实。一场原本普通的窃听案逐渐演变成了一起国家级的政治丑闻，引发了全美国的关注。当时的美国，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似乎正随着水门大厦的门扉缓缓关闭。尼克松，这位在电视前向全国民众保证 "I'm no tech rook" 的总统，真的清白吗？当窃听器、秘密资金和政治破坏行动这些词汇成为头条新闻的时候，美国的民主制度似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。在那个没有社交媒体，只有报纸和电视的年代，每个人都在问：我们可以相信谁？这场戏剧性的政治斗争不仅仅关乎一个人的命运，它关乎整个美国民主的未来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水门事件逐渐从一团迷雾中显露出其真实面貌。记者们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，紧紧追踪每一个线索，每一次突破都像是电影里的高潮部分。但这不是荧幕上的剧情，这是真实发生在政治走廊里的较量，是理想主义者与权力游戏之间的决斗。公众的情绪如同过山车一般，随着新闻的发酵而起伏。他们愤怒于被背叛的信任，
悲伤于民主圣殿的污染，恐惧于未来的不确定性。尼克松的形象也在公众心中摇摇欲坠，一位曾经的英雄，在民众的眼中渐渐变成了一个可能的阴谋家。与此同时，世界各国也在密切关注这起事件。水门案使美国的形象蒙上了阴影，原本被视为民主典范的国家突然陷入了信任危机，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关系。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诚信和领导力受到了质疑。最终，当真相大白于天下，尼克松宣布辞职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去总统职务的人。这一刻既是政治悲剧，也是民主的胜利。他证明了即使在权力的顶峰，也无法凌驾于法律之上。而今，每当我们回顾水门事件，不仅仅是回忆一个政治丑闻，更是在反思权力的边界、媒体的角色和公民的责任。它提醒我们，真相总是值得追求的，透明与问责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支柱。即便在今天，水门事件的回声仍在世界各个角落中激荡，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1974年的那个夏天。Historical meaning。 水门事件不仅是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丑闻，它更是现代政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，对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政治体系和公民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首先，它揭示了政府权力的潜在滥用风险，强化了对权力制衡机制的认识和重视。水门事件之后，美国加强了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限制，例如通过了信息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的修订，增强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，以及国家安全法 National Security Act 的改革等。其次，该事件提升了媒体的监督作用和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。媒体通过调查报道揭露了事件的真相，显示了新闻自由在维护民主社会中的关键作用。这促使民众更加严肃地对待新闻媒体的角色，并激发了他们对政府行为的关注与监督。第三，水门事件增强了法治精神和政治道德的重要性。事件的发酵和尼克松的辞职表明，任何人包括总统在内都不得违反法律，这对于政治领导人的行为标准设定了更高的期望，同时也为后来的政治领导者提供了道德和法律的教训。最后，水门事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，它暴露了民主体制的脆弱性，促使世界各国重新审视其政治体制的完善程度和透明度，从而推动了全球范围内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。综上所述，水门事件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作为民主社会的一次自我纠正，不仅改进了美国的法律和政治实践，还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民主原则和法治价值的深化和扩散。